只有你学会种心锚，对方才会忍不住来找你。很多人分手后都会陷入同一种状态，手机不离身，一天刷8遍朋友圈，聊天软件提示音一响，心跳都跟着漏一拍。他说，我都断联1个月了，他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。我忍着不联系，可是我每天都在想他。我真的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经彻底放下我了。我想告诉你一个真相，他不是不想你，而是你没有给他想你的理由，你没有在他心里留下一个会自动跳出来的情绪触发点，没有种下心锚，他自然不会被你牵动。今天分享一下怎样用7步精准种下这个心锚，让他控制不住的回头，甚至主动来找你。这不是套路，而是心理学家、行为学家神经触发机制的结合。听完你就明白，真正的吸引从来不是道理，而是情绪反应。第1步，理解心锚的核心逻辑。人类是情绪动物，我们所有的记忆不是靠理智维系的，而是靠感受。一段关系之所以让人放不下，不是你有多优秀，而是你在他心里留下了感受印记。所谓心锚，就是当某个场景、音乐、时间点、动作发生时，他会本能地想起你，甚至无法控制地牵动情绪。比如听到某首歌，突然一阵心酸；路过一个熟悉地点，忍不住停下脚步；打开手机看到聊天记录，就觉得鼻子一酸。这就是心锚在起作用。想要他回头，你不是去说服他、感动他、解释给他听，你要在他的潜意识里种下一颗会发芽的种子。第2步，打破预期一致性，制造情绪反差。为什么很多人越断联，对方越无感？因为你一切都在对方的预料之中，他早就知道你会去联系他，去道歉，去试探，他内心已经预设了你的剧本，你按照他的剧本走，当然引发不了任何波动。那你应该怎么办？打破他的认知惯性，让他猜不到你。比如说，你突然在凌晨发一句我梦见你了，然后立刻撤回，你知道这招有多狠吗？他看到的是有消息来了，是你发的，内容被撤回了，时间是凌晨，一连串信息量刺激他的大脑皮层，制造焦虑和好奇。他会忍不住反复打开聊天记录看，点击你的头像看朋友圈，甚至开始脑补你是不是也睡不着，是不是还爱他。人类对未完成的事物会本能地产生执念，你只要轻轻撩动一下他的神经，他的大脑就会自己完成1000句你是不是还喜欢我的内心独白。第3步，植入情绪锚点，让某些东西自动让他想到你。怎么种下心锚？靠情绪。你发他一首歌，配一句这首副歌每次一听就想到你，不解释，不拉扯。他当时也许没反应，甚至假装冷漠，但只要那首歌进入了他的耳朵，情绪锚点就种下了。某天在地铁、咖啡店、凌晨失眠时，他无意听到那首旋律，你就会像弹簧一样瞬间从他脑海里蹦出来，甚至他根本意识不到是你引导了这个情绪触发。这才是高阶吸引。你不说，他却总是想；你一沉默，他却乱了阵脚。第4步，控制节奏，创造空窗感。分开之后最大的错是不停地出现在对方的视线中。你以为维持存在感是保持关系，其实这是在稀释你曾经的情绪强度。你要做的是突然出现，然后再神秘消失，像蒙太奇画面，留白反而更抓人。比如你发一句今天走在街上看到一只猫，好像你，然后关掉对话框，再也不回复。或者你发一张自拍，配上一句这光真好，不多解释，不加标签，让他自己猜。等他好不容易下定决心回你，你2天后才回复一句不好意思，刚看到。你的迟钝
就是他的焦虑催化剂。你越沉得住气，他越心里不安。第5步，留白才有画面感。很多人分手后第一时间就是解释、道歉、讲道理、发语音。你讲的越多，对方越抗拒。感情不是考试，不需要讲逻辑答案，而是需要你制造回忆空间。比如你发一张你旅行的照片，配上一句这地方真棒，有机会你一定要来看看。没说让他陪你来，没说你在等他，但你制造了一个共同画面。人对画面是最容易产生投射的，他会想象你当时在干嘛，穿什么，笑不笑。他脑补的越多，思念感越强。第6步，利用时间节点制造情绪触发。人对有意义的数字天生敏感。你知道凌晨5点20分看到我梦见你了是怎样的破防吗？你知道下午13点14分看到刚刚那首歌又响了，是什么样的感觉吗？520、1314，情人节、纪念日、对方生日、你们相识那天，这些都是情绪高敏点。在这些时间点发一句话，不解释，让他感知你的存在。不需要每天都用，偶尔来一针就能扎进他心里。第7步，彻底消失，制造情绪断层。这是最难的一步，也是最关键的一步。当你种下了心锚之后，你必须彻底消失一段时间，不联系他，不点赞，不刷存在感，连朋友圈也不更新，你就像从他世界里消失了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没有输入，他就只能回忆；没有新刺激，他就会反复播放旧画面。他开始想你，就是你赢了的开始。人一旦开始怀念，就会自动美化。你想一次，他脑补10次；你消失1天，他焦虑3天。你要让他意识到你的缺失，才会开始重视你的存在。最后一击，当你重新出现在他面前时，焕然一新。很多人搞反了顺序，一开始就想靠化妆、美照、朋友圈展示来挽回，这没用。他心里没有你，再漂亮也只是个路人。你真正应该做的是，等你彻底消失一段时间后，再重新出现。那时你已经种下心锚，他已经开始回忆，开始想你。当他再看到你，你更成熟了，更自信了，气质更有质感了。这时候他才会突然意识到，原来我真的错过了一个不一样的人。你一定要记住，我们不是靠纠缠去重建感情的，你真正要掌握的是控制他潜意识的能力。你不吵不闹不打扰，但你一句话就能让他失眠，一张图就能让他心跳，一次沉默就能让他抓狂。这才是最高级的情感掌控。不是你变得多好他才回来，而是他离开你之后过得不好，才意识到你的珍贵。你要做的不是等他，不是求他，不是低声下气，而是学会种心锚，变成他心里那个永远放不下的人。记住一句话，感情真正的主动权永远掌握在那个能控制对方情绪联想的人手里。你值得更好的关系，更不委屈的爱。学会这些，让他重新认识你，才是王炸的开始。好了，今天先分享到这里，谢谢。欢迎订阅、点赞、留言，再见。